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外面很多算命仙都不一定知道的不传之秘。来，大家现在把你的左手伸出来，仔细看一下你手腕这个地方。你别看这几条小折痕好像很不起眼。我跟各位讲，这几条线可不得了，它们不仅藏着你下半辈子的健康老本，还写着你这辈子命里到底带不带暗财，甚至连你家阿公阿嬷历代祖先有没有在背后保佑你，全都清清楚楚的印在这里。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把这几条线依次看个清清楚楚，特别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第3条和第4条线，那可是10000人里面都挑不出几个的极贵之相。一旦你有了，哪怕你现在日子过得再怎么委屈，将来也注定能够逢凶化吉。好，现在我们就先请出今天的第一位主角，也就是你的第一条手腕线。很多人一辈子盯着手心里的生命线看，看得眼睛都花了，却不知道这第一条手腕线才是你生命线的大地基啊！在我们中医和玄学里面，手腕这个地方真的是太重要了，它主管的就是你的健康和你最基础的运势。大家如果仔细看，哎呦，这条线又深又粗又长，而且没有断掉，就像是用刀背在泥巴上面深深压出来的一条沟一样，清清楚楚。那我在这里真的要拱手恭喜你啦！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这个人是从妈妈肚子里带出来的，先天底子非常厚，你的气血非常足。有这种线的人，在工作上，在生活里，绝对是一头鼓励打拼的台湾牛，根本不用人家在背后拿鞭子赶你，你自己闲下来就浑身难受，非得找点事情做。这种人就像是一台加满了油、马力全开的砂石车，遇到再陡的坡，轰一脚油门就上去了，爬坡都不带喘气的。只要你不去故意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这辈子的健康基本不用愁。但是各位请仔细看，如果你看了半天眉头皱起来了，发现哎呦，倪老师啊，我的线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我的线浅浅的，或者断断续续的，有的地方还打着结，就像一条生锈的破铁链一样。大家听到这里千万不要慌张，老一辈讲相不独论，线长得浅长得碎绝对不代表你明天就要生什么大病，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但是你现在耳朵稍微借给我，仔细听好，它是老天爷，是这个宇宙正在给你下达的一个严重警告。为什么会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你们听完马上就懂了。有年夏天，我傍晚去台北的一个黄昏市场买菜，那天刚好落着很大的西北雨，市场里滴滴答答的，没什么客人。我走到一个卖卤肉卖猪脚的摊位前面，摊主是一位阿嬷，大概60多岁了。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阿嬷穿着一件旧的轻便雨衣，腰已经有点直不起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还在那里梆梆梆的剁猪脚。看到没什么人买，他就靠在油腻腻的砧板旁边，长长的叹气，那个背影看着真是让人心酸。我刚好去买2斤带骨猪脚，他认出我来了，他把猪脚递给我的时候，顺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就把左手伸出来给我看。我低头一看他的手腕，哎呦喂，各位，他的第一条手腕线，那已经不能叫线了，断成了4、5节，中间全是那种像麻花一样的链条纹，而且颜色暗淡无光。我当时眉头就皱起来了，我看着他的眼睛说，阿嬷，你不要瞒我，你是不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整晚都在做乱七八糟的梦？你是不是觉得肩膀像压着2座山一样酸痛，而且胸口这里总觉得有一块大石头堵着，喘不过气来？阿嬷一听，眼泪啪嗒一下就掉下来了，混着脸上的雨水往下流。他拉着我的袖子说，倪老师，你算的怎么这么准啊？我也不挑食，每天累得半死，也想早点睡，可是我每天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我那个不长进的儿子啊。阿妈告诉我，他儿子前几年跑去搞什么投资，被人家骗了，赔了好几百万。媳妇天天在家里闹，嫌弃儿子没出息，最近正在办离婚，留下个小孙子没人管。阿嬷说，我这把老骨头，白天要在市场卖肉帮儿子还债，晚上回去还要给孙子洗澡做饭，还要听媳妇甩门砸东西的声音。阿妈哭着说，老师，我真的好累，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各位，你们听懂这个道理了吗？为什么他的健康老本线会断掉？是因为切肉做生意累的吗？不是啊，中医里面讲心和身体是一体的。
阿莫这条线之所以断，是因为压力，尤其是人际关系、家庭纠纷上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你们在座的过了40岁、50岁，上有老下有小，我讲句掏心窝子的实话，你们身上很多的病，什么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结节，甚至一些更严重的病，根本不是吃出来的，那是心里憋出来的。你心里是不是天天操心儿女的投入不好，天天埋怨老公不够体贴，每个月还在筹那个房贷车贷，这种满腹牢骚、充满焦虑的负面磁场，就会像一只看不见的吸血鬼一样，趴在你的背上，把你身体里的精气神一点一滴的吸干。这些东西憋在心里，反映在你的肉体上，你的第一条手腕线就会越来越浅，越来越碎。这条线断了，你的地基就动摇了，身体迟早要亮红灯。我当时拉着阿莫的手，非常严厉地跟他说，阿莫，你今天必须听我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你儿子投资失败，那是他自己要去承受的业障，你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去替他背这个几百万的债，你背得动吗？你这是在干涉他的因果啊。我告诉他，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这个纠结的心放宽。你今天晚上回去洗个热水澡，对着镜子跟自己说，我把我能做的都做了，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交给老天爷去安排。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大概过了半年多，我又路过同一个黄昏市场，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在放那种很大声的台语老歌。我走过去一看，还是那个卤肉摊，但是站在那里的变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那是他儿子。阿莫呢，坐在旁边的一把躺椅上，穿得干干净净的，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正跟着收音机哼歌呢，脸色红润，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10岁。他看到我，赶紧站起来，高兴地跟我说，他听了我的话，把摊位硬生生丢给了儿子，逼着他自己去承担家庭责任。他自己呢，报了社区的唱歌班，每天跟一群老姐妹去公园唱歌跳舞。我再看他的手腕，各位，奇迹发生了，原本断成好几节的第一条线，中间竟然奇迹般的长出了一些细细的肉丝纹路，正在慢慢的连起来。虽然还不深，但已经不再是那种破败的链条状了。各位，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相术里面最高级别的一个秘密，请你们一定要死死记住这4个字，相由心生。当你的内心出现了我要改变现状，我要好好爱自己，我要放下执念的强烈愿望时，你的磁场就变了。磁场一变，你的手纹就会跟着改变，你的命也就跟着改了。好，讲完了压力和断线，大家再低头看看这第一条线。我们再来讲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种纹路。如果你的第一条手腕线不是一条平平的直线，而是走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往上凸起，像一个小山丘一样，或者像一只大公鸡头上的鸡冠一样，中间高两边低。各位，你现在如果有这个纹路，我请你立刻马上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你的祖先。在手相学的生辰密码里，这种像山丘一样的纹路可不得了，我们管它叫做主阴纹，或者是先天庇佑线。有这条线的人，我敢说1万人里面也挑不出几个。这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命里带财吗？不是那么简单。这代表你的祖先，你的阿祖、曾祖父母那一辈人，他们过去在世的时候是个大善人，他们修桥补路，接济穷人，积了非常大的阴德。这股强大的福报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现在结结实实的庇佑到了你的身上。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讲神话，我再讲个例子。大概3、4年前，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透过朋友介绍来找我。这小伙子长得倒是一表人才，但是穿得很落魄，脚上就蹬着一双经典的蓝白拖，头发也乱糟糟的。一问，在外面找头路，四处碰壁，谈个女朋友也嫌他穷跑了，整个人属于一种生无可恋的状态。但是他那天来找我，不是来问事业的，他神神秘秘又非常惶恐地跟我说，倪老师，我遇到一件怪事，我乡下的爷爷前阵子过世了，走之前律师拿出遗嘱，竟然在中南部市区的边缘留了一大片建地给我，价值好几千万了，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突然天降一笔巨款，我心里毛毛的。我这几个叔叔伯伯现在天天找我麻烦，我不知道我接不接住这笔钱。我叫他把手伸出来，各位，我只扫了一眼，他的第一条手腕线上
赫然就是一个清清楚楚、高高凸起的三形纹。我当时就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年轻人，你今天来找我算是找对了。你给我听好，这笔钱绝对不是你运气好去买大乐透中来的，这是你祖上积大德留给你的庇佑。有这条三形纹的人，通常就是家族福报的最终继承者。但我马上话锋一转，严厉地敲打他。可是你要记住，玄学里的一条铁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祖先留给你的不仅仅是这几千万的财产，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家族责任。我指着他的手腕说，如果你拿了这笔钱，立刻跑去买双 B 跑车，上酒店挥霍，去吃喝嫖赌，我保证不出3年，你手腕上这条漂亮的主阴纹就会彻底平掉消失。而那笔财富不仅不会让你幸福，反而会变成衰运的起头，甚至会要了你的命，因为你的德行承载不起祖先的福报。但是如果你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拿这笔钱去好好规划，去做点正当的事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家族的优良传统传下去，你不仅这辈子衣食无忧，你的下一代也能跟着沾光。那个年轻人听完我的话，衣服都汗湿了，连连点头。后来听说他把土地租给人家做正当的商业用途，自己拿租金开了一家设备很好的长照中心，做得有声有色，再也没了当初那种落魄的穷酸样。所以各位，听完这第一条手腕线，你们心里彻底明白了吗？这条线看的是老本，健康老本是你自己要管住心，放下压力去顾好的。而祖宗的庇佑，那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无论你是断线还是有三形纹，最终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全看你当下的这颗心怎么跳。心宽了，断掉的线也能慢慢长上；心正了，天降的财富你才端得稳。好，大家先深呼吸一下，现在请你的眼睛往下挪大约1公分，就在刚才那条健康线的正下方，你仔细找找，看看有没有第2条横线。如果有，我又要恭喜你了。在正统的手相命理学里，这第2条线有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做财库线，也有人叫它偏财线或者暗财线。前面我们讲第1条线代表你有没有那个强壮的身体去赚钱，而这第2条线呢，它代表的是你这辈子能不能把赚来的钱给留住，能不能像个聚宝盆一样招财进宝，甚至是你有没有那种意想不到的偏财运。大家现在仔细看看自己这条线的形状，如果你手腕上这第2条线跟第1条一样，又粗又深又直，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纹，哎呀，这种人我看着都眼红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你除了每个月拿死薪水的正投入之外，你的暗财非常旺。什么是暗财？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偏财。比如你兼差做点小生意，做点小投资，买股票，甚至是你走到路上买张大乐透或刮刮乐，中奖的几率都比别人高。拥有这种线的人，先天就带着一股强大的吸金磁场。如果你现在刚好正在考虑搞点小生意，或者朋友拉你做点什么小投资，我告诉你，只要不违法，大胆去试，因为你的财运基础，你的财库已经打造好了，老天爷正准备给你发奖金了。但是重点来了，很多人看了半天，苦着一张脸问我，你老师啊，我看不到我的财库啊，我的第2条线浅浅的，断断续续的，有的地方像锯齿一样，还有的地方像树杈一样分开了，那我是不是这辈子注定就是个穷光蛋，注定要讨饭了？各位千万不要误会，线长得不好绝对不代表你赚不到钱。我看过太多大老板这条线长得一塌糊涂，那它真正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你对金钱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这在玄学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金钱业障。什么叫金钱业障？来，大家喝口水，我给你们讲个真人真事。大概5年多前，有人请我到南部去勘察一个工厂的风水。那是一家做黑手起家的汽车零件加工厂，老板是一位60多岁的老董。这位老董啊，真的是白手起家，年轻的时候睡在机器旁边，拼了大半辈子把工厂做大，身价绝对是上亿的。但是那天他来接待我的时候，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吓了一跳。一个亿万富翁，脚上穿着一双边缘都已经磨破皮的旧皮鞋，开着一辆冷气都不太冷的快20年的车来接我，整个人瘦骨嶙峋，眉头紧锁，一脸的苦相和穷相。我们在办公室坐下，他老婆在旁边泡茶，
一边泡一边就忍不住声泪俱下的跟我抱怨。他老婆指责他说，林老师啊，你看风水的同时快劝劝他吧，我们工厂明明这几年很赚钱，但他就是抠门啊，抠到骨子里了。厂里的机器老旧了，影响效率，他舍不得换新的。员工中秋节发个奖金，他扣得死死的，弄得好几个有经验的老师傅都在骂娘，卷铺盖走人了。这还不算，平时我们在家里大热天的，连开个冷气他都要骂人，说浪费电。林老师，你说我们现在又不缺钱，这日子过得怎么比以前借钱度日的时候还要惨啊？那位老董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低着头搓手。我当时就让他把手伸出来给我看。各位，不出我所料，我一看他的手腕，他的第一条健康线又粗又深，说明这头老牛确实很能吃苦，很能干。但是他的第二条财运线模模糊糊，好像被人用橡皮擦擦掉了一大半，而且线到了末端像干枯的树枝一样全部散开了。我当下就拍着桌子，非常严厉的跟他说，老董啊老董，你这不是在赚钱，你这是在给钞票当奴隶啊。我跟各位讲，在我们易经风水的五行理论里面，财是什么？财属水啊，水有一个特性，它必须要是流动的活水，它才能生生不息，才能聚气生财。如果你赚了1000万，你把它死死的锁在保险箱里，把它换成金元宝压在床底下，1毛钱都不敢花，那这笔钱是什么？这笔钱就变成了一滩死水。死水放久了是会发臭的，是会长蚊虫的。它不仅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反而会因为过度囤积变成一种煞气。这种煞气会破坏你的家庭和谐，会逼走你的员工，最后反噬到你自己身上。这就是典型的金钱业障。其实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跟这位老董一样，因为小时候穷怕了，过惯了苦日子，觉得只有把钱存在存折里，每天看到那个数字一点点往上跳，心里才觉得有安全感。可是你想想好，你每天找不到花钱的理由，跟朋友出去吃顿好料的，结账的时候心里有罪恶感，去市场买件新衣服，看了半天价格标签又放回去，甚至给子女买点东西都要心疼好几天。各位，你们要想清楚一个宇宙大原则，钱是老天爷借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流通体验生活的工具，不是让你带进棺材的陪葬品。如果你不把钱拿去改善生活，不去回馈社会，不去照顾那些爱你的人，那你赚这个钱有什么意义呢？你对钱充满了恐惧，你每天害怕失去它，那钱自然也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没意思，钱也是会怕你的啊。我当时就给那位老总开了一副猛药，我叫他回去第一件事，马上给工厂里留下的老师傅全面调涨薪水，把厂里的通风设备全部换新。第二件事，带他老婆去高雄最大的汉神百货，从头到脚买一身新衣服新首饰。我规定他不准看价格标签，看上了就买。老董一开始听完，哎呦，那个心痛得捏，简直像在割他的肉一样，整个脸都铁青了。但他毕竟是在商场走跳过的聪明人，知道我是为他好，也就咬着牙照做了。结果呢，过了大概大半年，他老婆提着大包小包的南部特产来台北看我，高兴得不得了。他告诉我，自从老董学会花钱，学会让水流动之后，奇迹发生了。工厂的老师傅不仅不走了，还因为感念老板涨薪水，主动加班帮他改良了生产线，半年下来的产能足足提高了3成，赚回来的钱比花出去的多了好几倍。老董自己呢，想通了之后，每天心情好了，人也长肉了，现在天天在家里开着冷气看电视，笑呵呵的。所以各位，今天晚上你们仔细看看你们的第二条手腕线，如果这条线很淡很碎，请你从明天早上，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彻底改变你的金钱观，去买一样你一直想买但总是舍不得买的东西，去请你最爱的老伴或者你的老朋友吃一顿大餐。当你学会站在钱的上面去驾驭金钱，当你把死水变成活水，而不是被金钱控制的时候，你的心态就自由了。你的心态一变，你手腕上的那条财运线自然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到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受财神爷眷顾的有福气的人。好，各位，前面我们看了管健康的老本线，也看了管钱财的暗财线，现在请你们再次瞪大眼睛，仔仔细细的看看你的手腕，在刚才的第二条线的下面，你看看有没有第3条横线。我帮人家看相看了一辈子，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你们交个底，这第3条线真的非常非常少见。
100个人里面可能都挑不出10个完整的。大多数的人手腕上就只有前面那1-2条线。如果你现在低头一看，发现哎呦，倪老师，我有第3条线耶，哪怕它只是浅浅的一条，我都要请你现在先给自己鼓个掌。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高阶的命理学中，这第3条线不叫什么健康线，也不叫什么财运线，它的名字非常霸气，叫做贵人线，或者叫做神明庇护线。这条线它代表的不是你银行存款里有几个零，也不是你年轻的时候跑得有多快，力气有多大，它代表的是你这个人骨子里的人品，以及你散发出来的那种极其强大的气场。如果你这条线非常清晰、深刻、连贯，那你这个人真的不得了。你身上天生就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魅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贵气场。这种人，无论你是在大公司里当主管，还是穿着拖鞋在菜市场里买菜，大家就是无条件的想要靠近你，喜欢你，信任你。你遇到困难了，哪怕你咬着牙不开口求人，你身边都会有一大堆贵人主动跳出来，抢着要帮你，牵扯你。这就叫做得道多助。各位，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新时代，你们要知道，放在银行里的钱是会通货膨胀，是会贬值的。但是老天爷对你的庇佑，还有你平时结下的好人缘，这才是别人永远抢不走、偷不掉的长远财富。但是很多乡亲这时候可能看出了问题，急着问老师啊，我有第3条线，但是它很浅啊，或者它像一条细细的快要断掉的铁链一样，断断续续的，这该怎么办？是不是神明不管我了？大家先别急着怪神明。如果你的第3条线长得不好，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在人际关系上，或者说在你为人处事的根本底线上，出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大问题。你不懂得守信。我这话一出，很多乡亲可能就不服气了，要跟我顶嘴了。倪老师你乱讲，我对朋友很讲信用啊，我跟人家借钱，借条写得清清楚楚，利息也照算，每个月都有按时还啊，我做生意也从来不骗斤两啊。各位，你们稍安勿躁。相术里面讲的守信，最低层次的是对别人守信，而最高境界真正能决定你命运磁场的是对你自己守信。你们静下心来想想看，你是不是常常在心里告诉自己，向自己发誓，我明天早上一定要6点起床去公园运动，我下个月绝对不乱刷信用卡买那些没用的东西，我明天开始绝对不对我那个啰嗦的老公或者调皮的孩子发脾气。结果呢，第二天闹钟一响，照样赖在床上睡到8点，去逛个街，看到打折又忍不住大包小包买回家，一看到老公乱丢袜子，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照样吵得鸡飞狗跳。有没有？一定有。各位，你每一次对自己的食言，你每一次打破自己给自己定下的规矩，都是在拿刀割你自己的气场。你想想看，你连你自己都骗，你连自己答应自己的小事都做不到，你的内心深处怎么可能长得出那种顶天立地的自信？你没有自信，你的灵魂就是虚弱的，就是摇摆不定的。神明看到你这个样子，怎么会放心把福报交给你？这条代表庇护的贵人线自然就会越来越浅，越来越碎。我给大家讲个非常感人的真实故事，你们听完就懂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守信。以前我在台北的一个大夜市认识一位卖蚵仔煎的陈大姐。陈大姐早年那真的是命苦啊，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拿了一手烂牌。她老公是个赌徒，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地下钱庄的债，最后连夜跑路了，把她跟2个还在读国小的孩子丢在家里。那些讨债的刺青兄弟找不到她老公，就天天跑到她夜市的摊位上来闹事，不是踢翻她的桌椅，就是拿红漆喷她的招牌，吓得客人根本不敢靠近。那天晚上，陈大姐做了一个极其震撼的举动，她把那些凶神恶煞的债主全部叫到摊位前面，二话不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在满是油污的地上。她抬起头，眼睛里没有一滴眼泪，咬着牙跟那些人说，各位大哥，钱是我那个没良心的先生欠的，他人跑了，但我陈阿娇不跑，只要我陈阿娇还有一口气在，只要我还能在这个夜市煎蚵仔煎，这笔账我认。我答应你们，每个月10号我一定按时把钱汇到你们户头，绝不跑路。如果我食言，老天爷天打雷劈。各位啊，这句话说出来只要几秒钟，但做起来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炼狱啊。从那天起，陈大姐每天早上5点准时去批发市场抢最新鲜的海鲜，晚上站在那个几百度高温的铁板炉子前面，一站就是15-16个小时。我去看过她那2只手背上
密密麻麻全是烫伤的疤痕，有些地方甚至连指纹都快烫没了。他答应人家每个月10号还钱。有一年冬天9号那天晚上，他发高烧，烧到快40度，整个人都在畏寒发抖。他硬是吞了2颗普拿疼，在炉子前面撑完最后一波客人，把当天的营业额凑齐，连夜跑去便利商店把钱汇过去。他答应客人，他的鹅仔煎绝对用最新鲜的鹅仔。有一阵子碰到强台风，海鲜价格暴涨了3倍，有些摊贩就开始买那种不新鲜的死鹅仔来随便敷衍客人。陈大姐宁可那半个月自己1毛钱都不赚，全部倒贴进去，也绝对不用坏掉的食材。就凭着这股子说到做到的硬气，这股子对自己对别人都守信的憨劲。3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原本天天来讨债的兄弟，看他一个女人竟然这么有骨气，不仅不再逼他，反而每次来夜市巡逻的时候还会帮忙维持他摊位的秩序，甚至介绍自己的朋友去他那里吃东西。那个给他供货的海鲜批发商老板被他的人品彻底折服了，每次都主动把最好最大颗的鹅仔留给他，还破例允许他月底结账，帮他缓解资金压力。后来甚至有一位经常去吃鹅仔煎的大老板，觉得这个大姐做人太实在了，直接出资入股，帮他在夜市外面的大马路上开了一家又大又亮堂的店面。我后来帮陈大姐看过手相，各位，她手腕上的第3条线又深又长又漂亮，简直像是在发光一样。各位，你们悟出这其中的天道规律了吗？什么是神明的力量？难道真的是天上有个老爷爷丢钱给你吗？不是的，你身边那些因为你的人品，因为你的信誉，因为你骨子里的硬气而心甘情愿跑来帮你的贵人，他们就是你的神明。你的守信为你筑起了一道最坚不可摧的庇护伞。如果你现在低头看，你的第3条线很浅，若隐若现，没关系，从今天起先从改善第1条线的健康做起，然后试着每天对自己许下一个小小的承诺，比如今天我一定要喝够8杯水，比如今天我绝对不说一句怨言。答应自己的事情，哪怕它再小，你也一定要做到。只要你做出的决定和你的实际行动能够完美一致，你的灵魂就会越来越强大，你的气场就会越来越稳，这第3条神明庇护线就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到那时，你的人生必将逢凶化吉，贵人不断。各位，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要揉揉眼睛，集中一下精神了，因为接下来的这条线，我可以说我看了几万人的手相，100个人里面可能连1、2个都挑不出来，它是真正的凤毛麟角。如果你在前面那3条线的下方，靠近手臂的地方，还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第4条手腕线，那我今天真的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给你深深的鞠个躬了。这在我们几千年的相术里面叫做吉贵之相。拥有4条完整手腕线的人，不仅自己福寿绵长，而且必定是子孙昌盛，家道兴旺，不管走到哪里都能逢凶化吉。但是各位要知道，老天爷是很公平的，天道酬勤啊，世界上没有谁生下来就是什么苦都不吃，躺在那里就能享清福的。这条线代表的终极密码，不是说你一定能当大官发大财，它代表的是一种极其强悍的特质，那就是无与伦比的韧性和在绝境中顺应天命的能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很多人一听到生命力强、命硬，就觉得一定是那种年轻气盛，去大甲妈祖进香绕境能走全程，或者在健身房里能举起100公斤杠铃的壮汉。错，你们回想一下，是不是很多看起来很壮、脾气很硬的人，平时威风八面，可一旦遇到一点挫折，比如公司突然倒闭了，或者被信任的朋友骗了钱，甚至只是失恋了，整个人瞬间就垮掉了，每天借酒浇愁，甚至想不开去跳楼。这叫生命力强吗？这叫外强中干，一折就断。我们易经里有一句老祖宗留下来的最高智慧，大家一定要记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叫真正的生命力？真正的命硬是你能顺应天命，去适应大环境的变化。就像我们台湾大街小巷庙口经常能看到的那些上百年的老榕树，你们想想看，夏天刮强台风的时候，狂风暴雨席卷过来，那些直挺挺硬邦邦的树枝啪的一下全被吹断了。但是老榕树呢，它的枝干懂得顺着风势弯腰，懂得低头，懂得随风摇摆。台风一过，太阳一出来，
他照样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我给大家讲个我认识的老阿公的故事。这位老阿公在台南开了一家非常传统的糕饼铺，专门做那种老式的绿豆椪、红龟果。他这一辈子真的是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早年经历过各种经济动荡，物价飞涨，他都咬着牙挺过来了。后来台湾遇到了大地震，那天晚上老阿公那间几十年的老店面，连带里面的烤箱、模具瞬间塌成了一堆废墟，半辈子的心血轰地一下全没了。换做一般的生意人，遇到这种天灾可能就一蹶不振，天天坐在废墟前面哭天喊地，骂老天爷不长眼了。但是他没有抱怨过一句，他当时一边清理砖头，一边平静地跟我说，倪老师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老天爷给我们什么天气，我们就过什么日子，只要人还喘着气，手还在，天就塌不下来。地震过后没多久，店面还没钱重盖，他就借了个小炉子，推着个破旧的小板车，在路边重新开始卖他的绿豆椪。后来慢慢的时代又变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开始注重养生，嫌传统的糕饼加了太多猪油，太甜太腻，大家都不爱吃了。老阿公的生意一下子一落千丈，连本钱都快赚不回来了。老阿公那时候都70多岁了呀，换做别的一些固执的老头，肯定要大发脾气，指着客人的鼻子骂。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吃，我这可是几十年的老手艺，是你们没品味，但他没有。各位，你们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戴着那副厚厚的老花眼镜，拿着滑鼠的手都在发抖，硬是拉着他那个读大学的孙女，叫孙女教他怎么上网查资料，怎么看别人的食谱。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每天晚上在厨房里把猪油换成植物油，把白糖换成海藻糖，一次次揉面，一次次烤出来自己试吃，失败了重来，再失败再重来，硬是给他自己研发出了低糖、健康，甚至连吃素的人都能吃的改良版传统糕饼。现在你去台南看，他的那家店不仅成了排队名店，赚得盆满钵满，前2年还把分店开到了台北。我后来去店里看他，握着他的手，各位，我看过这位老阿公的手腕，他手上的那第4条线深得就像一条战壕一样，稳如泰山。各位，你们听懂这其中的大智慧了吗？这就是第4条线的力量，在绝境中转弯的能力。拥有这种特质的人，遇到烂人烂事，遇到大环境经济不景气，遇到身体突然出点小状况，他们从来不会每天怨天尤人，不会指着老天爷骂，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他们会坦然地接受这个现实，并且他们的心里永远带着一份感恩。他们懂得感恩自己今天早上醒来还有一口呼吸，感恩身边还有老伴，还有家人陪伴，然后在这种别人觉得是死胡同的逆境中，脚踏实地的寻找新的出路，迈出小小的一步。大家现在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腕，如果你没有第4条线，或者这条线断断续续，若隐若现，这代表什么？这说明你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正处于一个生活发生变化的边缘期，你的心里可能对现状非常不满，你觉得现在的钱太难赚了，觉得老板不赏识你，觉得儿女不听话，不够孝顺。我今天在这里要重重的棒喝你一句，放下你的抱怨，时代在变，大环境在变，别人怎么想，这些都是你改变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你唯一能掌控、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的心态。你能不能顺应这个变化？你能不能从今天开始停止你嘴里的抱怨，对你目前手里还拥有的东西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只要你能够迈出这心胸开阔、顺应天命的第一步，我向你保证，你手腕上那条原本看不见的第4条线，就会在你潜移默化的善念中慢慢的浮现出来，而你后半辈子的福气和你子孙后代的运势也会跟着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各位，今天我一口气把我们相术里最深奥也最少人知道的手腕线天机给你们全都泄露出来了。讲了这么一大顿，我知道有些阿公阿嬷年纪大了，听完后面的前面的就忘得差不多了，甚至有些急性子的人现在脑子里还是一团糊涂。没关系，我今天既然坐在这里，就是要把你们教懂为止。我就再最后啰嗦一遍，给你们做一个最简单明了的重点总复习。你们今天看完影片，什么理论都可以忘，只要记住下面这4句话，这一辈子看手腕线就够用了。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在心里默念。第一句，看健康老本找第1条线。
陷深代表底子厚，陷浅代表压力大。记住，身体和心理是一体的，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把别人的业障背在自己身上，顾好你的健康，把你这棵大树的树根扎稳了，后面才有得玩。第二句，看一生暗财，找第二条线。财运好不好，看你懂不懂得让钱流动，不要当死气沉沉的守财奴，破除你的金钱业障，把死水变成活水，财神爷才会欢喜来敲门。第三句，看神明庇佑，找第三条线。这条线看的是你的人品，答应别人的事要做到，答应自己的事更要做到。你不骗自己，你的灵魂就不虚，你的气场就稳，贵人和神明自然会在暗中推你一把。第四句，看吉贵之相，找第四条线。遇到逆境绝对不要怨天尤人，学那风雨中的老榕树，懂得转弯，懂得感恩，放下抱怨，你就能顺应天命，逢凶化吉。万丈高楼平地起，宇宙天地的自然法则全都藏在这四条线里了。但是各位，今天教大家看这四条手腕线，我最终真正想告诉你们的是一个连外面很多自称风水大师的人都不敢轻易点破的终极秘密。我们相书上有一句至理名言，叫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他生下来命极好，手腕上有四条又深又长的吉贵之线，但他不干人事啊，每天满脑子都是怎么算计别人，对年迈的父母不孝顺，对身边的朋友不讲道义，看到别人赚钱，他就在背后眼红中伤，看到别人落难，他不仅不帮忙，还要上去踩一脚。我跟你们讲，这种人不用3年，老天爷马上就会把他手上的好纹路全部收走，那四条线会一条条断掉，最后变成家破人亡的破败之相，这叫相随心灭。反过来，就算你现在看着自己的手腕，哎呀，线浅的几乎看不见，身体经常有各种小毛病，口袋里也没几个闲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只要你这颗心是善良的，是热乎的，你懂得利他，你每天早上出门愿意对扫地的邻居真诚的笑一笑，你愿意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默默地递上一杯温水，你做小生意宁可自己少赚点，也绝对童叟无欺。只要你保持这种善念，你这颗充满善意的人心就会在你的周围形成这个宇宙中最强大最纯粹的正向磁场。老天爷在天上，那是长着眼睛的，你对这个世界释放出多少善意，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把福报1000倍100倍地还到你以及你子孙的身上。你的心念一转，你的面相手相就跟着转了，你的相一转，你的命自然而然就顺了。所以最后我邀请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当下最真诚的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你可以写一句愿我的家人平安健康，你也可以写愿所有人都能逢凶化吉财源广进。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在留言区打下这短短一句话的力量。你们想想看，当1000个人10000个人都在我们这个留言区里留下善念的时候，这里就会汇聚成一股极其庞大极其光明的福报能量场，而这股强大的能量会反过来结结实实的庇佑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心存善念的你。我们不求天降横财，只求无愧于心，无悔人生。祝大家出入平安，福慧双修，万事顺心。我们下期再会。